今天说感人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为参加高中同学会捅死了自己的老妈并弃尸山中。好故事阿正陪你看，这回来聊个短篇漫画《命运同学会》。修、金和妹子明在高中时是形影不离的好友，他们三个人还约好一起考进同一所大学。残念的是，其中脑子最笨的修落榜了。时间来到了8年后，没考上大学的修干起了黑道，跟了两朋友也很久没联系了，因为他不想让朋友知道自己现在在干脏活。可这天正拷打其他帮派成员时，却接到明的电话，说过几天要办高中同学会，想邀请修过来。修本来不想去的，可在听到明说想跟他谈经的时候，修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去看看，因为他曾暗恋着明。莫名的，他想起了以前的事。那在修落榜后没多久，明家里发生了变故，他父亲突遭意外死了，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因此雪上加霜，明只能放弃上学。他还对修吐槽，毕竟本来也没实现三人一起上大学的目标。这话听了修老扎心了，他下定了决心，希望明能再坚持1年，他明年会再报考一次的，这次他一定会合格。在回去的路上，金想知道修的父母会支持修复读吗？在金的印象中，修的父母一直都不怎么关心修，修也坦言了两家伙是不会出钱的，不过只要他们不反对就行，他会一边打工一边上补习班。听到这里，金也下定了决心，他问修自己能不能对明告白，他很早就喜欢明了，所以想好好支持明。最好的哥们喜欢上了自己暗恋的妹子，这难题着实让修不知道该怎么办。第2年，他甚至没去参加考试就离开了家，天天在外面打架厮混。不过他身手也被黑道相中，干脆就混起了黑道。由于他够狠辣，在黑道里干得还不错，甚至成了黑道少主的心腹。明和金后来也试图联系修，修却一直无视了两人的联络。时间回到现在，修挂了电话后依然久久看着手机，他打算过去看看。而手机看太久的话对身体也不太好，看久之后脖子难免又酸又胀，紧绷难受，这是由于斜方肌反复收缩充血水肿导致的。这里就推荐这款橡树颈椎按摩仪，最近脖子酸痛，用它放松肩颈老带劲了。按摩头是4头8字分布，上2头按摩颈椎，下2头可以同时按摩到斜方肌。L 字形的增高按摩头仿食指关节推揉僵硬的肌肉，能真切按压到斜方肌。材质是柔软记忆棉，布套可以拆下清洗，方便卫生。有2档模式可选，自带语音播报，操作简单。还有42度恒温热敷，缓解颈部酸胀感。久坐办公和长久对着手机电脑的小伙伴们可以试试橡树这款按摩仪来放松肩颈哦。除了按脖子，像腰部、手臂和大小腿等其他部位也能放松，能帮你省下不少按摩钱。买来自用很好，送给亲友长辈也很合适。还有2款配色可选，包装是礼盒设计。此外，这款产品还支持运费险和1年质保，可以放心体验。现在下单的话比双11还要优惠。顺带一说，评论区可以领了大额优惠券哦。回到故事中来，修把这事告诉了黑道少主，只是那天原本约好要和黑道少主去打高尔夫的。黑道其余人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敢放少主的鸽子，打算给修一些颜色看看。不过少主还算大度，放了修一马，只是提醒修不要给道外的普通人添麻烦，言下之意是警告修别暴露黑道的身份。修收拾好心情，打算去参加同学会。他紧接着少主叮嘱，提前用染发剂把嚣张的黄毛染成了普通的黑色，还找了件严实点的衣服遮住身上的纹身。到了地方，会场很热闹，来参加的人还挺多，不过里面大部分人他都不记得了。他目标只有明和金，刚好明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会场，他兴奋地跟修打招呼，没聊几句，金也过来了。几年没见，这2人的样子都变了很多。修跟金单独聊了一会儿，得知金正在当广告制作人，貌似混得还不错。他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干黑道，就掩饰自己是个小码农。比起这个，他更想知道金跟明怎么样了。可令他诧异的是，金早就跟明分手了。他在大2的时候就跟明提出了交往，但连1年都没坚持下去，2人的感情就无疾而终。明分手后立马退学去工作了，之后他也几乎联系不上明。金叹息自己明明说过会一直支持明的，可还是没能撑到最后。说到这个，他也有点遗憾，他当时完全没想到修会彻底消失。如果那个时候修也在的话，或许明也不会退学。2人正聊着，旁边有3个女同学过来跟修插话，似乎是其中1人对修有兴趣。不过修是毫不客气，当场拒绝，身上散发气场，甚至把那几个妹子都给吓退了。这声音引起了明的注意，他跑过来把修拉走单独聊，想知道修的近况。修还是用马龙那套说辞来掩饰，却被明一眼看穿是谎言，但明也没说啥，似乎他也有自己的情况。修道想问问明找他是有什么事吗？之前在电话里说想和他谈经的事，明却轻描淡写的用一句骗人给略了过去。他知道用正常的方法通知修肯定不会来的，他只是想见见修而已，想知道修过得好不好。见此，修也问起了明的近况，明这边就过得不太容易了。
他白天在便当工厂里干活，晚上在夜店打工，生活很是辛苦。正聊着，远处的金却发现班上有3个同学拿出手机，用不怀好意的眼神打量明，还时不时的发出阵阵淫笑。金的脸色冷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这里的聚会差不多结束了，有些同学还没尽兴，打算转场继续喝。明是没那个兴趣，他拉起休想去海边转转，再让众人都没注意到，金跟那3个同学都不见了。镜头转向街边的小巷里，金把那3人给痛打了一顿。他扫了一眼那3人的手机，愤怒的直接把手机砸了，似乎手机里有什么不好的内容。另外一边，修跟明来到海边，两人一边闲逛一边回忆起以前来这玩的场景。突然，明郑重的问修，为何那个时候要避开他和金呢？修顿了一下，坦然回答说，因为金喜欢明啊。他也想问问为何明要跟金分手呢？那家伙是那么的喜欢明。明苦笑着说，为什么金喜欢他，修就一定要离开呢？如果类似大学考试修没有落榜的话，不，就算落榜了也无所谓，只要3个人还在一起，那或许现在一切都不一样吧。然而话还没说完，旁边就有辆车拦住了他们，上面下来几个混混模样的人，似乎要找明的麻烦。他们告诫修别想多事，这女人是他们店里的风俗女，那女人老妈借了他们高利贷跑路了，他们就让女儿来他们这卖身还债。之前同学聚会上，那3人在手机上看到的也正是明的卖身广告。那几个混混打算带明回去，可回应他们的却是修的拳头，他不可能让这几人把明带走。争吵声也引来这几人的大哥，大哥本想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敢阻挠他们，可在看到修的第一眼，他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少主身边那位红人吗？还经常跟少主一起打高尔夫来着。那个大哥赶紧带着小弟们点头哈腰离开了，一旁明也看呆了，老同学啥时候在道上混得这么开？等人散了之后，明吐槽啥子马龙啊，净说谎。修也吐槽，明不是也撒谎了吗？明接下来准备要怎么办啊？明闻言神情有些暗淡，他本以为只今天一天应该不会暴露的，那样的话就能变成美好的回忆了。修也有点遗憾，他站起身来郑重地对明说，那欠款他会想办法的，虽然不太可能一笔勾销，但至少能缓上一阵子。可明不想被修同情，尤其是他一直喜欢着修啊。这话让现场一下变得沉默，明有点不好意思接着说了下去。原本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想对修告白了，因为修看起来不像会主动告白的样子，可那个时候3个人相处得很开心，他怕破坏3人的关系就没开口，他担心被拒绝后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相处。可他马上就再也见不到修了，想趁此机会好好做个了断，所以才把修叫出来的。修很疑惑，为何说再也见不到？明是要去什么很远的地方吗？明笑着回答，自己是要跑路啊，那些欠款利滚利的根本还不起，他就只能跑人了。只是在走之前他还有件事要做。话音刚落，他抱着修吻了上去，看着修惊呆的表情，明笑得很开心。最后的事做完，他也要走了，只留下修一个人在风中凌乱。直到几天后，修还在回想那个吻，也不知道明有没有顺利逃走。然而电视里一则新闻却让修陷入了呆滞，说是名为明的女性向警察供述自己杀害了母亲并弃尸山中。修正惊呆着，却突然接到金的电话，说想见面聊聊。金把明的事向修和盘托出，虽然他之前和明分手后，明马上就退学了，不过在那之后他和明也见过几次，他还是没有放弃。只可惜明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修。明当时是想在搞定母亲的欠款之后再去找修，可他母亲却越借越多，最后明被逼到极限，和母亲发生争吵，情绪激动下那起悲剧就这么发生了。那时金还不知道明的遭遇，因为想了解下明的情况，就试着邀请明来参加同学会，没想到明刚好就是在那个时候杀了老妈。得知同学会消息的明是用沾着老妈鲜血的双手拨通了给修的电话，再后面他也给金打电话说出自己的情况。金其实挺受伤的，并不是因为杀人本身，而是发生这么大的事，明第一时间想依靠的人都不是他，而是8年里一直了无音讯的修。明是想等在同学会上见修最后一面再去找警察自首，金便帮助明把他老妈的尸体运进山里埋掉，想至少拖延到同学会结束之后。中间几天他也帮明躲避那些追债的黑道，可他也没想到修就是那些黑道的一员。听完这些，修陷入了沉默。他想起以前明跟他约定，说会在大学里等他1年，还强调只等他1年哦。明是真的等了1年，但自己却爽约了。修做出了决断，他回去找少主说出自己的决定。可原本大多的少主这回没再宽容他，而是毫无留情的叫帮派里的人对修一顿痛打。等明在看守所里再见到修的时候，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张鼻青脸肿的脸。他想知道修身上发生了什么，修却没正面回答，而是平静地说，他也一直喜欢着明，所以他却和黑道做了个了断。他不再混黑道了，想重新开始认真生活，那些债务他也想办法都搞定了。
虽说现在这把年纪再从头来过有点晚，但那个时候明确实是等了他1年啊，所以这回就轮到他了。不管是10年还是20年，他都会一直等着明的。明有点绷不住眼泪，哭着说修这家伙真是笨蛋。修笑了笑，是啊，自己就是笨蛋啊，要不然当年就不会落榜了。另一边，金一个人去了久违的拉面店，记得那个时候3人经常在这里吃拉面，可事到如今这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没想到的是，老板也接了3人，他还问另外2人怎么样了，过得还好吗？金笑着说，很好哦，那2人现在正在交往呢。这是一个关于遗憾与错过的故事。记得海明威说过，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一个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触，我们年轻时往往不善于做选择，面对选择会感到茫然无措，就像故事中的修一样，当年面对那个抉择他也很茫然，结果做出错误的决定，直到多年之后才幡然醒悟，如果自己当年更勇敢一些，那现在一切都会不一样。可惜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没法带着今天的心态回到那个无知少年的情境，但我们可以在当下选择尽力而为。如果尽力之后依旧没有办法，虽然同样也会遗憾，可至少我们不会后悔。好了，这次故事就先说到这里吧，但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阿正下次会给你一一讲述。关注阿正，陪你看更多好故事。